你而家用 AI 乜都可以查到，仲即時答到你喎，真係一個全能嘅專家，無所不能。但你有冇諗過啊？ AI 一開始咧唔係咁樣嘅，而係活喺條條框框入邊嘅。時間撥翻去1960年同埋70年嘅年代，規則決定一切呢個諗法咧，係嗰陣時候一個聖經嚟嘅。人人都相信規則可以決定一切，你咪覺得好好笑啊？而家睇起身，相反咧喺當時候聽落起身係好合理嘅，仲一度好似真係行得通咁樣。而呢個咧就係 AI 歷史入邊一個好關鍵嘅階段——規則時代。其實 AI 咧一開始唔係產品嚟嘅，而係一個 question。人類嘅智慧啊，到底可唔可以被拆開、再描述、再交俾台機器去模仿呢？如果你真係信呢樣嘢，下一步其實就好自然嘅。你會去諗，醫生之所以識得去判斷，係因為佢知道病理同埋病因之間嘅關係；化學家之所以識得分析嘅，係因為佢知道某些結構嘅代表係啲咩嘢；工程師點解識得去排錯啊？係因為佢腦海入邊有一堆嘅規則同埋經驗。於是咧，早期 AI 有好長嘅一段時間就往呢條路行啦，將專家嘅知識抽出嚟寫成規則，再叫機器跟住去做推理。呢一類嘅系統咧，後來就叫做專家系統。Britannica 記載咧，專家系統通常係由知識庫同埋推理引擎組成嘅，目的咧又喺特定嘅領域模仿人類專家做決策。講到專家系統啊，佢曾經係 AI 最有希望、最似好快有結果嘅一個方向之一。其中一個經典嘅例子啊，就係 Denver 係由196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嘅，佢被視為最早嘅一批成功專家系統之一，幫助當時嘅化學家推理一啲未知嘅有機分子結構。你可以簡單理解成，本來靠專家經驗判斷嘅工作咧，電腦居然開始做一部分啦。但更加重要嘅係，唔係 Denver 本身有幾勁啊，而係佢當時向所有嘅研究者證明咗一件事：如果個領域足夠嘅窄，知識足夠嘅清楚，規則寫得足夠嘅細，機器真係可以做出近似專家嘅判斷。呢一下咧，對當時人嚟講係好震撼嘅，因為佢等於由哲學嘅想象行到去真係有板有樣。再去到一個更加出名嘅系統 Mycin 咧，係由 Stanford 嘅團隊喺1970年代開發嘅，主要係針對血液感染等問題做出診斷同建議。佢用咗500條嘅規則。Britannica記載，Mycin 喺相關嘅窄領域入邊嘅表現咧，可以同專家相比，甚至仲優於一般嘅全科醫生。你代入翻當時嘅呢個感覺，真係幾容易會興奮嘅，因為醫生已經係一個非常嘅專業、非常之靠判斷嘅角色。而家一部電腦靠住一堆嘅規則，居然開始喺一個窄領域入邊做出近似專家嘅建議，咁你會點諗啊？你會好自然會覺得，如果今日抄到醫生嘅一部分，咁聽日係咪可以抄更多嘅專業啊？所以點解最早一批人會咁樂觀呢？唔係因為佢哋盲目啊，而係佢哋因為當時真係見到一啲成果。Denver 同 Mycin 呢個類系統咧，真係令好多人第一次認真嘅相信，知識可以被編碼，判斷咧可以被自動化。問題就喺呢度啦，規則時代最大嘅吸引力，同時亦都係佢最大嘅陷阱。因為當你喺一個窄領域成功嘅時候咧，你好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嘅。只要你再加多啲規則，再寫得細緻啲，再覆蓋多啲情況，咁咪得咯。但現實嘅世界唔係咁運作噶嘛。Britannica 提到，專家系統雖然喺特定嘅領域可以好有效，但普遍缺乏常識。一旦離開咗自己熟悉一個小範圍，佢就會變得相對脆弱啦。甚至可能喺荒謬嘅前提之下，一本正經咁推導出錯誤嘅結論俾你。呢個位好關鍵啊，因為佢直接揭穿咗規則時代最深嘅呢個問題。規則唔等於理解。你可以寫低好多嘅知識，但你唔可以寫晒呢個世界。你可以教俾機器1000種情況，但現實永遠會出現第1001種情況。人類有時點解識得判斷啊？未必係因為我哋識得逐條規則諗得清清楚楚，而係因為我哋有常識、有語境、有經驗，甚至乎有時只係一種總之覺得唔係好對路。而呢種唔對路咧，其實好難寫成規則嘅。所以我會形容規則時代嘅 AI 好似一個好勤力、好認真、完全唔偷懶嘅實習生。你叫佢照表格做咧，佢會做得好好睇睇嘅。你叫佢跟 SOP 咧，佢非常之可靠。但係你一將佢調入現實世界最混亂、最需要常識判斷嘅場景咧，佢就開始卡機啦。唔係佢唔努力啊，而係佢真係唔明。
最早嘅一批人咧，之所以會樂觀，唔係因為佢哋太天真啊，而係佢哋因為規則嘅時代證明咗一件事俾佢哋睇，機器可以模仿專家判斷嘅一部分。但後面大家慢慢去發現，智能某一部分可以寫成規則，唔代表智慧本身就等於規則。你可以教機器點樣推理，但你未必教到佢點樣去理解。你可以教機器點樣去做，但你未必教到佢點樣知道今次唔應該照做。換句話嚟講，規則時代最值錢嘅地方唔係佢失敗，而係佢幫人類搞清咗一件事：智慧可能比規則多好多。咁當規則開始撞牆，AI 下一步會點走呢？如果人手寫規則寫唔晒世界，會唔會有另一條路呢？如果你係掌握改變 AI 命運嘅人，你會指引 AI 走向一條點嘅路呢？評論區留低你嘅諗法。偉良角度，一個分享科技時代生活智慧嘅 channel。如果鍾意我嘅頻道，記得留言撳個叮叮啊，俾個 like我。